星空 ，Baby tonight，Baby tonight，Oh baby tonight，Let's go，Oh o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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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，Tell me，Oh o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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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。手里印记，我苦苦寻觅我们的秘密，而斗转星移，而时空交替，爱能创造奇迹。我找到你了。小宋，哎，不许耍赖！你是我的，这辈子都别想跑了。怎样放手掩密？我早已中了你，木马清晰，任凭你攻城略地，想反击，却早已来不及。腻不腻啊？哼，不腻。我啊，最好你长在我身上。饿不饿？饿的话去吃午饭。好啊。你觉得这个周末怎么样？什么这个周末啊？订婚啊。有必要这么快吗？哎，当然有必要了。今天要不是我去追你，你这个恐龙级别的小白兔早就被狼吃了。所以呢，这件事儿就必须快。我怎么听你这话的意思，里面有点小阴谋呢？你少跟陈洛学样，哪来什么阴谋啊？苏沫呢？我跟他彻底了结了。我知道，当初你对于他来说特别的重要，而且他答应你妈条件的时候，是我给他出的主意。如果要不是因为我，你们两个可能不会分开了。哎，我说夏冉冉，你心里千万别有什么愧疚，这件事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。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，既然做了决定，就没有后悔的余地。其实他现在也不是真的对我有感情才这么做的。你觉得他会恨我吗？这些你就别再想了。明天我去找你爸，商量我们订婚的事儿。明哲，我觉得这事儿再缓一缓吧。真的不能再缓了。现在陈洛自首了，彭京的事儿会继续发酵，将来反对我们的人啊会越来越多，所以必须快。陈洛自首了，我已经原谅他了，我只是说不想再见到他。明哲，你说是不是我把他给毁了？自首对陈洛来说，也许是一种解脱。冉冉，从今以后，只要有我在，我不会再让你做任何你自己不愿意做的决定和选择。你爸、你妈、你朋友、你的敌人，都有我啊！可是我不想只是依靠着你，我也希望成为你的依靠。
你出院了？你去哪儿？这房子给你住，我出去住。你这样何必呢？我知道你不愿意见我。那你睡哪里啊？店里。你爱怎样就怎样吧。这是韩云当年在我们医院动手术的全部资料。没想到时隔4年，还会有人来查当年的事情。这是当年这个病人是我收治的，他左下肢粉碎性骨折，跟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位伤者，脑部受伤。是位50多岁的中年男子，很儒雅。不过，他一直向护士询问韩云的伤情，看得出来这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。女病人坚持不愿意让家属来，最后男病人的家属来。云平，韩云他……大哥，韩云伤得很重，必须手术。恐怕要通知他的家里人呢。别因为我给他添麻烦。行，我知道怎么做了，大哥，你放心吧。我知道了，谢谢医生。小凯听说彭京被捕的消息，今天上午他就去自首了。事情来龙去脉我都也知道了，没想到事情发展成这样。小凯啊，也是被彭京利用的。坐吧。邵凯去自首是对的。如果他躲去国外，那么他作为彭京犯罪同伙的罪名就坐实了，这样对他反而不好。小哲啊，过一阵子，我打算把小凯保释出来。这件事情，希望你暂时不要跟爷爷说。我不会说的。谢谢。啊，对了，找我有什么事吗？阿叔，您认识韩云吗？韩云，在咱们这儿，谁不认识韩云呢？我是想问，您和韩云的私交怎么样？我和他没有什么私交啊，就是有些公开的活动，见着面就点个头，打个招呼。怎么，你想跟我谈韩云的事儿？我最近在帮冉冉找母亲。您一定也听说了夏宏远婚礼上发生的小插曲吧？哦，他们夏家隔三差五的总会有个爆炸新闻啊。这个韩云呐，一会儿死了，一会儿失踪了，一会儿又活了。怎么，你找到韩云下落了？暂时还没找到，不过我有个意外的发现。哦。阿叔，
您能给我解释一下吗？为什么韩云手术通知书上家属一栏是您的签字？您如果不说的话，那我就猜了。韩云手术通知单上之所以有您的签名，是因为韩云那次车祸受伤的不止韩云一个人。小哲啊，那件事就是个巧合。韩云出车祸的时候，我刚巧在现场，事情紧急，我就把这字签了。怎么，你不相信？如果你一定要追查事件真相的话，我建议你去报警。二叔，我记得您跟我说过，您不是一个为了钱、为了权就会抛弃手足的人。我信。我爸手机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您的，就在那个电话之后1个小时，您的名字出现在韩云手术通知书上。您说这是巧合，我不信。韩云手术之后，就如同人间蒸发一样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您说您对此不知情，而且4年来对这件事从不提起，我更不信。我知道，我已经无限接近真相了。小哲啊，这就是你所谓的真相罢了。可不管真相是什么，这个周末我都会和夏冉冉订婚的。大哥，事情的真相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小哲？我快守不住了。该知道的时候，自然就知道了。明哲和冉冉马上就要订婚了，你打算一直这么瞒下去吗？我那天在医院看见他们了。他们俩下周就要结婚了。阿桑呢？他倒是很高兴，对冉也很满意。所以你和韩云的事情，没有必要让他知道了。好。晨晨，晨晨，你怎么还不睡觉啊？我睡不着。晨晨，过来，到爸爸这儿来。走，跟爸爸走。晨晨，你可能一时见不到妈妈。为什么？人有时候会犯糊涂，一糊涂就有可能犯错误，犯了错误就得接受惩罚，明白吗？晨晨，今天你见不着妈妈，姐姐先给你讲故事，等过2天啊，姐姐带着你去找妈妈，好不好？来，咱们拉勾勾。好，来，晨晨，来，先跟爸爸睡。来，姐姐来给你讲故事。我们今天讲一个白雪公主的故事，好不好？在冬季最冷的一天啊，王后生下了一个小公主。这个小公主的皮肤啊像雪一样白，
头发呢像乌木一样黑。这个王后就给她取了一个名字，叫做白雪。可是出生不久呢，王后就因病去世了。1年后啊，国王又生下了一个小王子。冉冉，就让他睡这儿吧。谢谢你啊，爸，谢什么呀？咱们都是一家人。你也去休息吧。那你也早点睡吧。夏副总，苏设计师到现在还没有来，要不要联系一下他？不用了，离开会时间还有2分钟。他这个人一向守时的。苏沫，你来了，赶紧过来坐吧。夏冉冉，你出来一下，我有事跟你谈。这是什么？律师函啊。你要撤回南郊设计图？对啊，我也没跟你开玩笑。我拒绝。现在离投标截止日期已经不到1个星期时间了，我没时间跟你开玩笑。我没跟你开玩笑啊。你跟我们宏远集团是有合同的，我们花钱买了你的设计图，你有什么权利撤回？这样，新的律师不也在吗？他全权代表我，有什么事儿你跟他聊呗。夏副总你好，我是苏沫的律师，这是我的名片。苏沫，你到底想干嘛？不干嘛呀？我想把我的设计图拿回来，可以吗？当初是你求着把设计图给我的，那我现在不愿意了。不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。我不想在这跟你吵，有什么事你法院见吧。这官司打起来，你也一定会输的。你在英国学了几年，不光学了画画，还学了法律啊。无所谓啊，其实不管输赢，你的标好像都赶不上了吧？苏沫，这是你计划好的吧？从你给我设计图的时候，你就都计划好了吧？你就真那么恨我吗？你有时间跟我在这里说，不如花点时间想想你的标怎么办吧。夏律师，我们走。各位同事们，苏沫因为个人的原因退出了南郊项目的设计团队，我们要重新设计方案。夏副总，我们下周就要投标了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想完成一幅新的设计图，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。是啊，夏副总。越是这种时候，咱们越不能自乱阵脚。这样，你去把南郊项目的其他投案方式找出来，我们要择优录取，尽快的联系到设计师。还有啊，你赶紧写一份新的计划表出来，今天下午之前我就要。好的。项目预算也要在今天下午之前重新启动。没问题。好了，咱们继续今天的会议吧。你是说，你们要办订婚？是。什么时候？这周。这个时候，是不是不太合适？要不再等等？等不了了，现在这个时候正合适。还有1周的时间就要投标了，咱们的合作协议也可以敲定了。
明哲，别忘了，你刚才跟我谈的是你和然然的婚事。女儿结婚，南郊项目合作，对您来说不是一件事吗？你是在埋怨我只顾公司的利益，不顾然然的感受？没有。明哲，我是一个做父亲的，可能比你更懂得如何培养自己的女儿。只给她疼爱是远远不够的，还要给她必要的磨难和挫折，让她成为一个合格的继承人，不是吗？也许冉冉更想要的是一个家，想要回曾经疼爱她的父亲。冉冉缺失的疼爱和照顾，我会弥补，我会给她一个完整的家。好，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能说到做到。曾经的事儿是我的错误，我不希望这样的错误再在冉冉的身上发生。如果您指的是我跟苏沫的事儿，我已经向冉冉解释清楚了。之前确实有很多事瞒着她，但是我对冉冉的爱，经得起所有人的质疑。我相信你。之前我跟冉冉都谈过了，你们结婚以后，我就彻底退休，把公司交给冉冉。我希望你能像你说的那样，去爱护她，帮助她。我会的。谢谢你，明哲。首先，你们要搞清楚自己的设计方案，也要搞清楚对方的设计方案，这样才有机会能够赢。稍等一下，管理跟你说，我在开会呢。喂，忙什么呢？小冉冉，看什么呢？哎呀，想死我了！来，送你的花。谢谢。这么久天不见，你就想我了？我现在是恨不得1分钟都不离开你。哟，真乖，把护体神器还带着呢。忙完没有？忙完吃饭去。啊，公司出了点事儿，你先去吃吧。出事儿？能有什么事儿啊？你看，哼，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？就这事儿，小事儿好办。先去吃饭啊！为了这种事儿饿坏了肚子，不合适吧？小事儿，这怎么能叫小事儿呢？投标还剩下1个星期，我要在1个星期之内拿出一个新的设计方案来，我哪有时间吃饭啊？我说是小事儿呢，就是小事儿，把它交给我，用不了1个星期，1分钟就帮你解决，这就叫做会者不难，难者不会。你这么说我就好奇了，怎么解决啊？想知道啊？走，陪我吃饭去。吃饭的时候呢，咱们边吃边说。哎，明哲呀，你就告诉我吧，你不告诉我，我都没胃口吃饭了。订婚？什么？订婚？这个周末咱们俩订婚，只要咱们俩一订婚呢，这些事儿就都不是事儿了。邵明哲，你能不能认真一点啊？我很认真，而且我刚从你家出来。什么？你怎么不事先跟我商量一下呢？昨天不是跟你商量过了？再说了，这种事儿有什么好商量的？这种事儿越快越好啊！
哎呀，现在我们公司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你们就别捣乱了。我可没捣乱啊。说到底，苏沫就是因为你才记恨我的。哎，好了好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我还要开会呢。哎，既然这个罪魁祸首是我，那我更得帮你了。来，真的？啊？你真要把你们公司的设计方案给我？我们两家本来就是要合作的，当然得给你们最大的支持了。只不过我现在呢是没名没分的，你让我回去，怎么跟我们家老爷子交代？我觉得工作就是工作，我不能永远都受你的保护啊。南郊项目应该搞得定的，我们已经重新做设计方案了。我们邵氏的设计也是国际一流大师的作品。我应该能行的，相信我。这些事儿晚上再说吧。啊，你胃不好，先去吃饭。来。哎，你能不能别看了？从公司到吃饭一直在看，你就知道看图，能不能看看我？对不起啦。要不要再考虑考虑，用我们邵氏的方案？不用了，就算没有苏沫，我也想组建宏远自己的设计团队。这次是很好的危机训练，我也想知道自己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。真是越来越有自己的想法了。所以啊，这一次我就先靠自己。如果实在解决不了了，再用你们邵氏的方案。有我在，为什么不靠我呀？我不能靠你一辈子呀。以前我太感情用事了，这一次啊，我要学会用自己的脑子了。你这种论调，我一听就知道是谁教你的。夏然，只要跟我在一起，你永远可以靠我。我也想成为一个可以让你依靠的人。哟，这么漂亮、聪明又能干的姑娘是谁呀？我都快不认识了。喂，叔，都准备好了，包你满意。知道了。赶紧吃，吃完了回家。什么事啊？一会儿就知道了。蛋卷儿 ，surprise， 老大喜欢吗？喜欢呀，这太好看了。1个月前呢，叔叔就拜托我亲自设计你的订婚礼服，可是他又不让人家告诉你，说是要给你惊喜。人家一边做礼服啊，一边还要保守秘密，可辛苦了呢。不过呀，我一想到这件衣服能穿在你身上，就比穿在我自己身上还要高兴呢。来，你快看看。来，你看啊，这是今年最流行的设计。你看看这面料啊，你再看看这裁剪，这一针一线呢，都透露着设计师的才华。怎么样，好不好看？好看，主要是人好看，穿什么都好看。我们订婚吧，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。好开心！叔叔一点点，老大一点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不要喝那么多。我多来一点点。来，我要说祝词儿了。我蛋卷儿终于有幸能在有生之年了了我此生最大的心愿，那就是能亲眼看到你，我的老大夏冉冉找到了一个颜值双商、均已在线，
爱你、疼你、值得托付一生的男人。我祝福你。同时呢，我也要祝福我自己。这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从此以后我再也不用替你操心了。接下来该你操心了，叔叔，你辛苦了。老大，我还有一句话想对你说，我希望这辈子你要经历的苦难，到今天就都经历了。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哎。啊！老大，你记住了，我蛋卷儿永远是你的娘家人。以后谁要是敢欺负你，我第一个我就不答应。来，老大，卷儿，老大永远罩着你，来，喝了。我刚刚说的就是你，叔叔。我？我可把我的老大就托付给你了，你可得好好的对他。你要是敢对不起他，你要是敢伤害他，我第一个我就饶不了你。蛋卷啊，这就不用你操心了，我是绝对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。蛋卷，我敬你一杯。来，一起。我也要。好，来，干杯！哎，从蛋卷家住了那么久，第一次发现他们家阳台上风景那么美。哎，对了，我听新闻上说今天晚上有30年一遇的狮子座流星雨。哎，正好有个望远镜，我回去拿。哎，傻瓜，看流星雨不需要什么高大上的设备，有一双眼睛和足够的耐心就行了。真的？真的。看流星雨呢，需要足够宽阔的视野，人的肉眼视角是超过100度的，而望远镜呢只有几度，用望远镜反而看不清楚。看不出来嘛，你什么都懂。那当然了，等结婚以后呢，你就会发现我越来越多的优点。自恋狂。你别说，这看流星雨其实和人的缘分挺像的。比如说，有的人越是努力，越是得不到；相反，他越是有耐心，就越能和对的人相遇。你说对不对啊，狮子先生？是，恐龙小姐。哎，对了，把眼睛闭起来，给你样礼物。什么呀？这么神秘？先把眼睛闭起来。好了，睁开吧。拿。笑什么？你啊？对啊，你不是说要看我小时候戴着眼镜贴着美目标的照片吗？就这张了。太丑了，你小时候。胡说什么呀？送我啦，顺要回去了。给你，连我都是你的啊。儿子。啊，妈。来，我帮你扣。怎么了？看上去有些紧张啊。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真心喜欢夏冉冉？是。那她是个幸福的姑娘，比我有福。今天是你的好日子，我应该高兴才对。
好吧？你好好准备啊，准备好了我们就出去啊。好。爸，小蕊早。早。哎，你们先走吧，我开自己车去。好。爸，怎么了？我似乎看到了你妈妈年轻时候的样子，很像吗？你刚刚出生的样子就好像昨天发生的事情，可是，一转眼你就要成家了，真不知道这时间都去哪儿了。爸，姐姐今天好漂亮。谢谢晨晨。晨晨呢？到爸爸这儿来。哎呀，坐爸爸这儿。谢谢大家。好，你来了，恭喜啊！哟，你也来了？夏冉冉诚意邀请，我不能不来啊。冉冉真是博爱啊！你撤了他的南郊项目图，他居然还请你来。你撤销了南郊项目的设计图？不过没事，冉冉能应付。我也决定在南郊项目投标之前和冉冉订婚，我会帮她的。冉冉呢？客人都到了，主任怎么不来呀？最重要的人物当然是最后登场了。这说你超帅。你们聊。嗯。伯父，你好。冉冉。哎，我刚到。哎，今天你说话做事儿小心点哦，宝宝，我一直盯着你哦。叔叔和老大马上就要订婚了，你还在这儿准备看到什么时候啊？照你这么看下去，除了能看到他们的 baby 出生，我看你也看不出什么了。你说你好端端的一个姑娘，非要把自己活成这个样子，这是何必呢？你明明可以在有些人手里活得跟个公主似的，可你有奶不好好吃，就作。你知道女人最可贵的是什么吗？是矜持。你知道比矜持更可贵的是什么吗？是豁得出去。但是还有比豁得出去更重要的，那就是知道什么时候收手。天底下王子多的是，你何必只认准了邵明哲呢？就算是在童话里，我也没见过死皮白脸、软磨硬泡倒追的吧？苏沫，看在你曾经给了我一巴掌，我都没跟你计较的份上，听我一句劝，收手吧，
擦干泪，抬起头，昂首挺胸向前走。咱们还是好姑娘。大女儿，够了，不要再说了。怎么了？我父亲那边做一下。不用你管了。你伤口没长好，不能穿这么紧身的衣服。刚才邵明哲说的你听到了？南郊的项目我撤了。干嘛还对我这么好？可能是习惯了吧。走。你手里印记，我苦苦寻觅我们的秘密，而斗转星移，而时空交替，爱能创造奇迹。我们不再势均力敌，任凭我是怎样无所畏惧，怎样放手掩秘，我早已中了你木马侵袭，任凭你攻城略地，想反击却早已